男人成了植物人，可妻子立刻匿名捐赠了丈夫的心脏。原来他只是想救一个濒死的陌生人，但他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个陌生人却是人人憎恨的富豪。富豪一直盘算着低价拆掉他们的房子，可在更换心脏的手术之后，富豪这几十年来的坏脾气却突然发生了转变。他不再对员工大吼大叫，脸上也多了几分和蔼的笑容，甚至他第一次跟低贫贱的女佣吃晚饭，冥冥中他似乎察觉到自己莫名其妙的变化。¿Cómo soy yo para vos? Un mentiroso. 按照以前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，可现在的他只是笑笑，即便面对女友提出的分手，他也只是心平气和的接受。虽然有些心碎，但这种奇妙的感觉似乎让他体验到了孑然一身的轻松。他不禁开始怀疑这一系列的变化会不会跟这颗不属于他的心脏有关，于是委托朋友调查到了捐献者的名字叫佩德罗。他没有犹豫，直接开车去找佩德罗。没想到恩人住在一处社会底层的社区，这里似乎并不欢迎有钱人的光临。他只好在入口望了望，然后识趣的回家。可他并没有放弃，向女佣请教该如何接触底层的人。女佣感到惊讶，高高在上的老板竟然放低姿态。女佣回过神，然后告诉他编造一个去找牧师的谎言就行得通。富豪的内心激荡起喜悦，这一夜他对他自己都感到震惊，因为他从未有过如此的想要去做一件报恩的事，这种心情比以往都更加强烈。于是隔天他又开车来到社区，他戴上鸭舌帽，紧张到害怕被人认出他有钱，连个施工的头盔都没有。他们为何不雇佣有经验的工人？几番交流后，富豪才知道，原来这些穷人为了对抗有钱人低价收购他们的房子，佩德罗夫妇号召街坊邻居翻修社区的健康中心，以此吸引更多的人站出来，只要反对的票数超过一半，他们就能继续这样生活。富豪心想，谁会这么没有良心赚穷人们的钱？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人正是他自己。本来想询问恩人的下落，可大伙正为缺少人手发愁，所以不做点什么真的很难开口。于是他愿出一份力干活，不要1分钱。这一举动惊讶到了一旁的女人，天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烂好人。随后女人嘀咕着有些事，便转身去忙自己的工作了。就这样，富豪谎称自己叫胡安，作为牧师的表亲加入到大家的事业中。从来没有干过粗活的富豪也开始混起了水泥，贴起了砖块，勤勤恳恳的辛苦了一整天，双手磨出了茧子，他却没有一点埋怨。可他回去的时候迷路了，幸好遇见了今天下午的那个女人，只是那条恩人的狗怎么也在这？难道是女人家的？正当他有所疑惑之时，女人叫儿子带他去社区的出口。富豪从小孩口中得知，算算时间，正好对上心脏手术的那天。富豪若有所思，自己要找的恩人正是孩子的父亲，他不敢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巧合。可接下来该怎么报答，他一时半会也想不出来。但他知道，如果坦白身份，一定会招来整个社区的厌恶，因为他豪车的轮胎已经被人偷走了。富豪的朋友担心他的安危，埋怨有钱人不应该去那种肮脏的社区浪费赚钱的时间。就连家里的女佣也看不懂，但女佣被老板的举动所打动，她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报恩的人无法如愿。于是次日早上，女佣带来丈夫的衣服让老板穿上。正当富豪疑惑的时候，他又叮嘱老板手上的好表，富豪只好把它取下，藏在胸前的口袋里。接着女佣又掏出自己的公交车卡，让老板像普通人一样坐公交，转2站就能到达。这样即便没有戒备心，富豪也不会因此陷入危险当中了。可这天他又没有去公司，而市长这个大客户正等着他去谈生意，但他把这一切事务都甩给了好朋友，以为这样就能万事大吉。谁知在公车上打电话，他暴露了富豪的身份，从而被人盗走了名牌手机，还被当面抢了耳机。虚惊一场后，瓦莱就去上班了。富豪仍然没有找到怎么报恩的想法，他只打听到瓦莱在一家烤肉店上班，然后他就疲惫的回了家，买了个新手机，坐在沙发上看以往的录像。他不敢相信自己曾经沉迷于纸醉金迷的世界，但他现在变了。他向朋友托尼发誓，再也不会邀请那些酒肉朋友聚餐。托尼迅速察觉到这位富豪又去了那个贫困的社区，难以置信他竟然会去做不求回报的事，直到他突然反对拆迁那个社区的项目。作为公司股东一员的托尼这才慌张起来，明明收益最大的人就是富豪本人，却突然就决定撤回。一般人不是脑子坏了，就是没有睡好，可富豪要坚持做人的原则，这是他想到的唯一能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情。于是女佣把丈夫的皮卡车借给他，他有很多机会能找瓦莱单独谈谈，但这种事情该怎么说出口呢？毕竟是自己要毁掉他们社区的人，现在却又要帮助自己的傻弟弟。他不在意材料被偷，也不在意弟弟怎么弄得满手茧疤，他只是把投标文件放在桌上，他要亲眼看着富豪把字签了才会安心。
富豪见老姐怎么也不退让，只好老老实实的签了字，撤销拆房子的想法就这样宣告失败。但他报恩的心愿并没有消失，只要健康中心竣工，号召大家反对的票数超过1半，一样能拯救这个贫穷的社区。可这天所有人发现健康中心遭人破坏，大家愤愤不平，大家纷纷同意分组后开始实施。虽然分组是随机的，但富豪跟瓦莱却被分在了同一组，而且其中一员因孩子发高烧先行离开了。这下刚好只剩下2人，一次坦白所有的机会呈现在富豪面前，可他却把秘密咽回了肚子。聊起相互间的生活，虽然他虚构了一个无妻无子的旅行人生，但轻易就得到了瓦莱的信任，因为瓦莱知道善良的人总是可靠的。丈夫佩德罗就是那种善良到不合理的人。一时间，瓦莱想念起自己的丈夫，她至今都无法理解老天爷为何如此的不公。她为此掉下了眼泪，自己脆弱的一面就这样展现在了富豪的眼前。换班后的凌晨2点，富豪开车送瓦莱回家，看着人安全进入房子后，他也准备离开，却被陌生人拉下车，还没弄清楚情况，就被拳头狠狠地抡在肚子上，直到院子里的狗不停狂吠，这才吓跑了2人。但富豪痛得没有力气站起身，听到动静的瓦莱急忙赶来查看情况，富豪只好回家处理，但瓦莱却叫他留下过夜。富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他还是留了下来。在跟瓦莱接触的瞬间，他们的眼神不慎交织在一起，富豪慢慢靠近，瓦莱没有拒绝，就这样2人心照不宣的接吻，然后抱在一起填补内心的空洞。可瓦莱爱的人是丈夫，她连忙抑制住欲望的火焰，于是她推开富豪，说了声晚安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2人就这样确定了一种暧昧的关系。次日早晨，瓦莱精心打扮一番，开心的去见富豪，可卧室内空荡荡的，她感到一丝失望。富豪早已开着皮卡走上了回家的道路，他刚到家就被朋友托尼拦住，富豪懒得解释，不予理睬的走开。可朋友更加好奇，他想了解所发生的一切，但他更想让富豪专心赚钱。或许听得有些烦了，富豪随之发怒。无论如何，他都铁了心要继续去那个社区干活。朋友不太高兴了，有些人怎么老是执迷不悟。瓦莱来到一家店铺，还有那天的也是霍拉西奥，可没有坐实的证据，无法惩治犯人，反而霍拉西奥骂她是个发情的小寡妇，讽刺她丈夫的尸首还未寒，气得瓦莱捏紧了拳头。可她被朋友硬拉走了，没必要打一场必吃亏的架。瓦莱越想越气，听见门外的动静，他知道是胡安回来了。胡安激动地说，他买了新冰箱送给母子俩，乐呵呵的准备叫人搬来进屋。可瓦莱皱起眉头，他省吃俭用也要攒上好久才能换上新的，他想知道哪里来的钱。富豪疑惑不解，他只是想送点礼物赢得欢心，虽然不习惯收礼，但瓦莱还是接受了。最后他叫儿子去找邻居帮忙搬冰箱，朋友的劝说没有停止，他还在猜测富豪的奇怪举止是不是爱上了那个寡妇。看到富豪的反应，他想这次总算猜至，连名字都是临时想出来的。他为自己构造了一个虚假世界，却浑然不知这将把他推向万丈深渊。健康中心已经完工，为了尽可能得到社区人们的每一张反对票，瓦莱跟亲哥哥拍视频宣传他们所做的努力，没想到还真引来了2位要投反对票的老百姓，大家热烈欢迎，邀请他们一并加入到派对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，每一份付出终于迎来回报。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拯救了自己的房子，也拯救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。这一夜他们载歌载舞，表达出内心中激荡的喜悦。派对结束后，富豪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火，引起瓦莱的注意。检查一番车身后，一旁的女人赞赏胡安的远见力，她催瓦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，人始终要迈出一步。瓦莱吻了一下女人的额头，女人随即晚安道别，然后瓦莱走向胡安，说是太晚了，外面的天气很冷，何不留下来过夜？可富豪说明天有事，可能留不了。他看看周围没人，便凑上前去亲吻。他要得到明确的回答，可瓦莱直接告诉胡安，他还没有做好重新开始的准备。邻居打了声招呼，2人的距离变得分明。就这样，富豪说了声晚安，在瓦莱的目送下，他失落的走向公交车站。赞成拆房票数的大于反对的人，社区的房子将被强行低价拆掉，然后把土地分配给混凝土公司修建娱乐中心。心情低落的瓦莱坐上胡安的皮卡，这让他感到了一丝慰藉，然后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胡安，却听见一阵嗡嗡响。胡安昨晚忘记了带走手机，他打开手套箱，里面有2部智能机，他好奇的点开其中一部，混凝土公司几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上。瓦莱若有所思，他连忙拿起自己的手机上网查阅，胡安的公司形象显示在第1页上。瓦莱似乎明白了，他一直在被这个男人玩得团团转。里关上车门，向远处跑去。富豪的姐姐居然跟市长连了手，他决定退出。
不再同流合污。姐姐无法理解，可富豪已经下定决心，他叫走员工，站在瓦莱面前。瓦莱火上眉梢的盯着富豪，他急需一个解释，而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富豪真名叫曼纽尔，拆迁社区房子的始作俑者，甚至动用了政府的力量。可富豪百口难辩，瓦莱想不通富豪为何会去社区干活。Para conocerte a vos y a Tiago. No entiendo. 富豪解开纽扣，露出胸前的伤疤，告诉瓦莱，他只是想知道这颗心脏曾经属于谁。一旁的姐姐算是明白了，这个寡妇是弟弟的救命恩人，是她捐献了丈夫的心脏，拯救了因心脏病濒死的曼纽尔。瓦莱惊愕的动动嘴唇，他想说些什么，却又咽了回去，然后怅然若失的转身。在富豪的注视下的帮忙，这次耗费巨资改造社区，也让瓦莱终于看清了富豪的真面目，他是彻头彻尾的烂好人。瓦莱伸手贴在富豪的胸膛上，感受这般熟悉的心跳，所有误会在不言中烟消云散。富豪抓着瓦莱的手不放，传达他心中无尽的思念，爱意如潮水般涌动，他们再次拥有着彼此，